光速與時間的懸念。為什麼一談到光速，時間好像就被按下了暫停鍵，甚至像停止了一樣？在真空的太空裡，光幾乎永遠用同一個節奏狂奔，每秒大約30萬公里，像宇宙裡最守規矩的計數器。但時間就沒這麼老實了，它是相對的，有時走得慢，有時走得快，關鍵看你站在哪個視角，跑得有多快。愛因斯坦在他那套改變世界的相对論裡，把這個看似反常的事實講得明明白白：時間會被速度拉伸。更驚人的是，他還看到了一個數學上的極限：當速度逼近光速，時間會被拉得越來越慢，直逼像停住一樣的狀態。這支影片，我們就來拆解，到底是什麼機制讓時間慢下來，以及人類有沒有可能在某種工程或航天方式上，借用這種效應做點大事。先別急着跳到科幻結論，我們從時間到底是什麼以及光速到底多特殊這2個起點慢慢鋪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對吧？但越簡單的句子，往往越像一個陷阱。影片的核心問題，到光速時，时間會不會停止？其實可以用一句話先給你一個直覺版答案：光子的視角，時間被壓扁。在光的那個極限層面上，時間這個概念會變得非常模糊，甚至像是失去了它原本的意義。對光子來說，它天生就以光速穿梭空间。從我們用相对論寫出來的描述看，沿着它的自身路徑，時間就像根本沒流逝過。換句話說，時間在走的感覺，主要存在於觀察者這裡，也就是我們人類這種會記憶、會比較、會數秒的人。把時空當成感知構造這件事，不只是神秘主義的口吻，連愛因斯坦也用物理推導告訴你，宇宙的真實樣子可能跟我們直覺看到的完全不同。在愛因斯坦的視角裡，时間簡直是最古怪的物理量之一。我們天天被它追着跑，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句：你到底是什麼？時間的相對性，這3個字就是整部戲的總開關。好，現在我們把這些論點一條條攤開，像拆鐘錶一樣，看看齒輪到底怎麼咬合。當光走完1光秒的距離，對我们這些旁觀者來說，才叫過去了1秒。這1秒是寫在我們的鐘錶和感知裡的。但如果你硬要用相對論的語言去描述光子那邊發生了什麼，答案會很詭異。它那條路徑上，時間增量趨近於0，像沒走過時間。更誇張的是，從極限的說法看，它好像也沒經歷空間位移的過程。不是說它不飛，而是它的自我描述裡，空間與時間都變了味道。在這個極限視角裡，光走過的那段空間仿佛被壓扁，被擠到近乎為0，像把整條路折疊成一個點。人類能不能追上光？真正刺激的問題來了。如果我們坐上宇宙飛船，把速度推到接近光速，人類會不會也像光子那樣，體驗到時間幾乎不走的感覺？理論公式裡確實能這麼推，但現實世界立刻跳出來2道大門檻，而且每一道都不好跨。第一道門檻，要把飛船速度推到光速級別，你得把速度逼近到每秒30萬公里。這其實是在說速度尺度，工程上幾乎像要把人壓成紙片。一旦速度足夠接近光速，跟外界相比，你會發現飛船裡的時間好像被慢放，外面過了很久，你這邊才過一點點，它不會真的完全停住。原因很關鍵，我們和飛船都有質量，
而有質量的東西按相对論無法真正達到光的那種極限特性。靜止質量、結構強度、推進阻力、輻射衝擊，這些物質的賬單都會一直存在，逼着你承認你不是光。第二道門檻更狠，按相对論，越接近光速，所需能量就越像无底洞一樣飆升。想讓有質量的物體到光速，能量需求會趨近無窮大。直白點講，靠傳統火箭、機械推進、常規能量預算，你可以逼近，但幾乎不可能踩到光速那條線。但注意，這不等於人類永遠沒戲，只是把自己加速到光速很難。至於能不能用別的辦法做到類似效果，理論上還有想象空間。比如一些理論設想會談到，如果能用某種方式彎曲時空，制造類似時空波或曲率炮，甚至動用所謂負能量奇異物質的概念，也許能繞開部分限制。當然，這仍屬於前沿假說。光速到底恆定嗎？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反問：光真的在跑嗎？它的速度到底是誰在測？怎麼定義？從我們這個宏觀觀察者的角度，用相對論去描述光子，會得到那個震撼結論：在光子那條極限路徑上，時間增量趨近於零。但我們也得老實承認，光子並不是有意識的觀察者，它怎麼體驗時間，我們無從談起，甚至談不上它有沒有任何主觀感受。大約100年前，愛因斯坦抓住一個宇宙级鐵律，在真空中，光速對所有慣性參考系都一樣，是個不隨你怎麼跑而改變的硬常數。但在微觀世界裡，光的行為又沒那麼直觀。量子層面有波粒二象性、概率分布，很多現象看上去並不像一個小球匀速前進那麼簡單。通常情況下，速度本來就是相对的。你在車上看路邊，路邊看你，數字可以完全不同。這也是經典物理最熟悉的玩法。用最樸素的定義，速度就是單位時間走過的距離，把它套到光上，就是我們用尺和鐘去統計它在空間裡跑了多遠。可問題是，宇宙的空間結構未必像地球上那樣平直線性。在廣義相對論裡，空間會彎會扭，很多計算必須先規定邊界條件與幾何形狀。更麻煩的是，宇宙有沒有邊界？它是無限延展還是某種封閉結構？我們到今天都没有最後的答案。你可能也聽說過一些來自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觀測，讓某些基於光學觀測與距離推斷的舊解釋出現張力，部分結論正在被重新審視。於是就出現3種可能：數據或模型哪裡算錯了，理論框架某些環節需要修補，或者宇宙早期確實出現了按舊劇本，不該那麼快成熟的星系。每一種都很刺激，至少在地球附近，在實驗室與太陽系尺度內，我們反复測到，光在真空中傳播速度穩定、可預測，這點非常扎實。但放眼整個宇宙，我們對它的全貌與起源仍有空白，所以嚴格說，我們很難用一句話保證地球附近測到的一切細節都毫無例外地適用於每個角落。當光穿過稀薄介質，比如氣體塵埃，它的傳播會出現折射與延遲，表現出來就像速度稍微慢一點點，這在物理上完全說得通。所以哪怕相對論把真空光速定得很死，討論宇宙極端環境時，科學家仍會謹慎。某些條件下觀測到的傳播行為，可能會讓我們重新檢查我們測到的到底是哪一種速度。量子物理告訴我們，光子用概率來描述更貼切，
它的狀態並不總像經典粒子那樣有明確軌跡，很多時候看起來既不固定在某個地點，也不固定在某個瞬間，這就讓人忍不住猜想，我們對運動、空間、時間的直覺，可能確實是大腦建立出來的宏觀體驗，而非宇宙最底層的語言。這就讓人忍不住猜想，我們對運動、空間、時間的直覺，可能確實是大腦建立出來的宏觀體驗，而非宇宙最底層的語言。甚至還有一些前沿觀點提出，時空也許能用全息式的方式來理解，像把三維世界的信息投影在某個邊界上那樣，這仍是研究中的思想。但說到底，光、時空、物質三者在最深層到底怎麼掛鈎？研究人員今天仍在摸索，答案還沒定稿。接下來我們就用一個經典推演，讓你親眼看到時間有多反直覺，以及為什麼當速度逼近光速時，時間會被拉到像要停住一樣。時間膨脹，光子中的慢動作電影。時間膨脹現象，要講清楚它，我們先搭一個最簡單、最乾淨的參考系，做個思想實驗當舞台。想象有個光子鐘，一個光子在兩面平行鏡子之間上下彈跳，來回反射，像乒乓球一樣有節奏。因為真空光速在這個框架裡固定不變，所以光子從上鏡到下鏡的往返時間，在它自己的裝置裡總是穩定的。於是我們乾脆規定，光子跳一次，就記作一個時間單位，簡單、直觀，還特別物理。好，鏡頭切回現實生活，把這個抽象的鐘錶塞進我們熟悉的場景裡。比如一個人中午出門，喝杯咖啡，啃個麵包卷，舒舒服服地打發午休時間。我們就設定他的午休一共是100個時間單位，不多不少，剛好拿來對比。與此同時，另一邊的 NASA 宇航員更瘋狂，他們在測試一艘速度達到光速1半的飛船，這已經是人類想象力快要冒煙的速度了。關鍵設定是，咖啡館裡的人和飛船上的宇航員都帶着同款光子鐘，在各自的系統裡，一次彈跳對應的時間單位完全一致，而且宇航員在艙內不會覺得自己在飛，只要飛船匀速前進，你的身體感受不到那種推背感。他們就像坐在椅子上看電影，只有透過舷窗看到外界景象飛速掠過，才會意識到我們真的在以離譜的速度前進。如果從咖啡館那個人的角度看，飛船等於以光速1半從他身邊掠過，快到你連哇都來不及說完。而咖啡館裡的他呢，仍舊安安靜靜坐在桌邊，喝一口咖啡，刷一眼手機，完全不覺得自己跟宇宙史詩扯上關係。妙就妙在，相對論告訴你，這兩種視角在物理定律上都同樣正確，你不能說誰的時間才是唯一標準。接下來你會看到所謂時間偏移為什麼對宇航員來說是真的，而且哪怕速度沒到這麼誇張，只要夠快，效應也會實實在在出現。從飛船視角反過來，咖啡館那個人反而成了在動的那位，他的光子鐘會以相對速度，這裡設為光速1半，橫向掠過。因為鐘在橫向移動，飛船視角裡光子不再是直上直下，而是走斜線。結果同樣一次彈跳，光子要跑更長的路，路程變長了，而光速又必須保持不變，那每個時間單位自然就被拉長，時間被硬生生拖慢。但宇航員拿來做比較的，只能是自己手裡的那只鐘。對他來說，自己的每一跳仍然是正常的一跳，完全沒毛病。在宇航員自己的系統裡，
光子依舊上下彈跳，節奏照舊，滴答照舊，它不會覺得時間出了岔子。而相對論最硬的規則是，不管你怎麼運動，你測到的光速都一樣，所以要讓規則成立，兩個參考系裡對距離與時間的分配就必須不同。這裡要小心，在咖啡館那個人看來，飛船上的時間會變慢；在飛船看來，咖啡館那個人的時間會變慢，雙方都會覺得對方更慢。這就是相對論的戲劇性。比如，他午休是100個單位，在某個視角的計算下，另一個人的鐘可能會讀到更多單位，因為在那個視角裡，光子走的路徑更長，時間刻度被重新拉伸，於是你會得到一個數字差異。例如對比之下，宇航員那邊可能顯示120個單位，這不是魔術，是幾何和光速常數逼出來的結果。物理學把這個效應叫做時間膨脹，時間像橡皮筋一樣，被速度拉長，被拉慢。所以，當一個人高速從你身邊掠過，你理論上會判斷，他的鐘比你的走得慢，速度越高，慢得越明顯，生命節奏也會被拉慢。但這還只是表面現象，我們再往深處挖一層，為什麼人本身也會跟着慢？人是物質做的，而物質的底層主要是帶電粒子，比如電子、夸克，它們組成原子、分子，再堆成你和我。這些粒子之所以能粘在一起，能產生作用力，很大一部分來自電磁相互作用。在量子圖景裡，可以用交換光子來描述這種力的傳遞。這個系統就叫電磁相互作用。你可以把它想成物質世界運轉的隱形齒輪，它不但把原子鎖住，把化學鍵擰緊，也支撐着運動、觸覺、神經信號。很多生命活動其實都在靠它跑程序。你的一次呼吸，一個念頭，一次吞咽，每一輪新陳代謝，背後都是電荷在作用，分子在互動，都是電磁規律在默默工作。而在這些相互作用的描述裡，光子這個角色不斷登場，它們在交換，在傳播，在傳遞作用，於是運動、力、變化才得以發生。所以，當咖啡館裡那個人以超高速從宇航員旁邊掠過，慢下來的不只是手錶或光子鐘，連他體內電磁相互作用的節奏也會一起被拉慢，從原子到神經，一整套都跟着變慢。在飛船視角裡，他端起咖啡送到嘴邊，向慢動作回放，心跳像被調低轉速，甚至細胞分裂、化學反應的節拍也會一起延後，因為底層相互作用的節奏被拖慢了。如果速度繼續逼近光速，這種延遲會變得極端誇張。在那個視角下，地球上的它幾乎像定格，心跳、呼吸都慢到像要停住一樣。注意，這是極限意義上的描述。於是整個事件序列就像被按下暫停鍵，畫面還在，但變化慢到幾乎看不見。可對地球上的他本人來說，一切照舊，他完全不會覺得自己被誰慢放了。他的心臟照跳，腦子照轉，第二天照樣上班，午休照樣坐滿100個時間單位，對他來說就是普通的一天。但從飛船那邊看，就會得出相反的衰老对比。你會認為對方的变化更慢。時間相對性把誰老得快變成了視角問題。慢光與科幻想象，研究還在往前推。真實的長期深空飛行牽涉加速、輻射、生理極限等複雜因素。時間膨脹如何與人體長期效應疊加？科學界仍在補拼圖，也許我們對時間這一維確實還沒完全看透。另外還有一條很有意思的路線，
在特定介質與量子條件下，把光的群速度大幅降下來，讓它不再像在真空裡那樣飛奔。據報道，像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等機構做過類似實驗演示，把慢光現象做到非常誇張的程度，具體細節要看實驗設定與定義。某些說法甚至提到，光的傳播被減速了上千萬倍，慢到每秒幾十英尺的級別。聽起來像科幻，但在特定物理條件下，確實能出現看起來很慢的傳播效果。當然，這裡就容易滑向科幻想象了。如果你接受光的極限描述裡時間很特殊這種直覺，再加上慢光技術，難免會有人暢想什麼光門穿越。但從嚴格物理上講，這仍是想象遠大於現實的設想，需要極其謹慎地區分概念與可實現性。是不是聽得你心跳都快了？這種題材就是能把科學和想象力一起點燃。那現在輪到你了，你覺得光最迷人的地方是什麼？你相信它還藏着哪些我們沒看懂的秘密？你會不會也覺得，光也許真的是打開宇宙的一把鑰匙，就算不是萬能鑰匙，至少也是通往星際旅行想象的一把關鍵鑰匙。